穿越西游，你为了成为孙悟空的大师兄，所以你抢先一步拜了菩提师祖为师，却没想到修炼100年，你依然是个还在练气的凡人。就连随你修行的一只狗，也都早已羽化飞升，位列仙班。但只有孙悟空才知道，你这个废材大师兄其实恐怖如斯，不仅知晓未来，还能随手独创无上圣法，就连传说中的仙果道宝你都数不胜数。可就在猴子得意洋洋想要抱上你这一条大腿时，却在你写的日记中得知关于他被佛门算计的一切因果阴谋。你每天都有写一篇日记的习惯，因为系统会根据你的日记随机奖励法力、奇物、功法、世界本源、混沌灵宝等。然而让你没想到的是，猴子手中却有着你日记本副本，任何你在日记本中写下的一切，他都会在副本中看见。这天，当你得知刚拜入山门的就是将来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时，你就急匆匆地回你的老巢，研究手上的日记本。昨天你只是随意在日记本上写了一行字，就直接成了天仙。这要是写上他一整页，那还不直接成圣？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在前，别说你面前站着个孙悟空，就是红军道祖站在你面前，你也不想理会。只见你提起笔缓缓写道：方才西游亮节的主角孙悟空来拜师了。这猴子可能想象不到，他自以为的成仙机缘，却是被佛门算计的开始。你写到这里摇头叹息不已，可怜的猴子明明是混世4猴之一的灵明世猴，又有些许补天功德在身，却被人算计一生，其天赋神通估计早被佛门封印了。要知道灵明世猴通变化是天使、知地利、移星换斗，纵观孙悟空一生好像也没表现出这一点来。他是没有这能力，那他也不用叫什么灵明世猴了。摇头继续写道：猴子是补天时的根脚，跟什么佛门混呢？直接投靠补天的女娲娘娘不香吗？可惜这是他没进灵台方寸山前的机会，现在他人都进来了，我猜须菩提祖师不会轻易放人的。他手里的有缺陷的大品天仙诀，是一定要让猴子学的，不学怎么限制猴子修为，让其沦为佛门棋子，为佛门卖命，贡献气运功德呢？这时日记猛在绽放毫光，不多时便从日记中掉落金仙道果和先天防御至宝乾坤土。就在你在拿着金仙道果高兴不已时，另一边看着日记内容的孙悟空整只猴都不好，这是真的吗？可是为啥俺老孙就觉得有点假呢？他一甩手就把日记本给扔了，可是毫光一闪，日记本又回到了他身边。孙悟空冷笑一声，也罢，既然想跟那就跟着吧。而你刚刚提升至金仙，越发兴奋起来，迫不及待的再次拿起笔开始写日记。孙悟空被须菩提祖师连敲3下，夜半3更跑去寻祖师传道，得传大品天仙诀和72遍。其实72遍真的对猴子没用，倒是36天罡有点用。写完后，你目光炯炯有神的盯着日记，只见日记本上紫光一闪，竟是闪出一道道的文字，检测到日记主人再次完成一篇日记，获得奖励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是直通神话天仙，就算有日记本手把手教，你一时半会也无法学会学通，所以只好把一些感悟以及修炼功法仔细记在日记本上，生怕记错，让道途出现波折。另一边，猴子回到他的住所，看到那日记本又开始发光，他冷笑着把日记本打开，想看看对方又在玩什么花样，然后就看到你写下的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以及感悟。这是什么法门？说的好像有道理啊。孙悟空的资质不差，先天根脚，又有补天功德在身，几乎一试就轻易在体内开辟出了一个小千世界，这让孙悟空瞬间镇住。莫非俺老孙今天也得了仙缘？马上紧张地往四周瞧了瞧，发现无人注意，这才认认真真的学了起来。真正修炼的孙悟空并没发现，他身上历经亿万年时光汲取的天地灵气纷纷从他身体里出现，一点一滴的受他引导，融进了他的道果之中。只见孙悟空的修为节节上升，从毫无修为的凡猴飞速提升至金仙初期方慢慢停下。孙悟空震惊的捏了捏拳头，霎时就把空间捏出个洞来。他倒吸一口凉气，忍不住再次去瞅你写的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的准序。孙悟空兴奋到不能自已，他来求道为了的就是一个长生，而这篇功法却可以直通大罗，整只猴就荡漾了。突然他猛地变了脸色，功法是真的，那么这日记中属于俺老孙的未来是不是真的？不行，这里不能待了，我得下山，反正长生法门俺老孙已经有了。孙悟空想到这里，把日记往怀里一塞，拔脚就往山门处跑。转眼间孙悟空已经跑到了山脚下了。然而在孙悟空将要踏出灵台方寸山的前一刻，他的身边突兀地出现一名仙风道骨的老者。悟空，你下山作甚？骤然看到须菩提祖师到来，孙悟空吓得毛发接炸，老老实您怎么来了？听到这猴子吞吞吐吐的心绪模样，须菩提祖师气笑，此地为无知道场，你这猴子却问老道怎么来了？悟空回答为师的话，你因何要下山一步？不对你身上气息。须菩提祖师伸手印在了孙悟空的身上，好猴子，竟然灵通自省，修炼成金仙道果了，好快，真是好快啊！难道这就是亮节主角的气运吗？须菩提祖师最后一句细不可闻，可修炼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的孙悟空听到了，他心里越发忐忑。须菩提祖师惊叹，他手中的大品天仙诀必须马上让孙悟空修炼起来，否则佛祖对孙悟空的算计就要落空一部分了。到时候再想压制猴子的修为，毁其根本，重为打手的代价就太大了。好徒弟，为师没想到你才入山门就得到大机缘，成就金仙道果，为师大为欣慰啊！今日老道便传你正经的修炼之法。孙悟空猛地正了正压在他肩膀上的手，却没能撼动半分，他心中更为惊触。但一想到那本日记里说的孙悟空强打精神，断然拒绝这位老师的教导。老师弟子上山之后，发现自己实在不是修道的料，师兄们打坐能做1个时辰，弟子只能坐上1刻钟。弟子觉得自己
己也不是修道的材料，不如回家享福。您就别赚我道法了。悟空，须菩提祖师轻斥一声，如惊雷震耳。孙悟空的神智在这一刻化为一片空白，半晌他方回过神来。猴子浑身上下渗出一层的冷汗，猴毛都快粘成一缕缕的。他乖巧地站在须菩提祖师面前，不敢跟这位大神通者犟嘴。老师弟子又想修炼了。祖师闻言大怒不止，你这猴子做起事来三心二意，一会说下山，一会说修道。本来为师见你福缘气运上佳，还想传你修炼之法，现在看来你这猴子心情之差无以言表。我之门下怎能有心性毅力不佳的弟子？为师帮你一把，将你这一身松散修为封掉，先锻炼心性，夯实基础，再重踏道途，铸就无上根基。说罢，须菩提祖师连续3掌打在孙悟空头上，直打得猴子眼冒金星，那一身金仙道果更是摇摇欲坠。须菩提祖师诧异地看了猴子一眼，发现无法轻易打散修为，便随手画下数枚咒文，化为一道金光，印在孙悟空的体内。霎时间，孙悟空的金仙修为转眼消失，再次化为一凡猴。孙悟空悲啼一声，菩提祖师训斥道：“为师是为了你好，自今日起，你当日夜诵读道经，磨练心性，重修道途。为师会派人监督于你。”说罢，这位大神通者倒背手而走。孙悟空不敢置信地看着须菩提祖师背影，他懂了。菩提祖师让他夜半3更过去听到。此时，远处的三星洞弟子见祖师走了，一个个的开始对孙悟空指指点点：“小猴子，来，给师兄跳个舞，师兄给你赏钱了。”远处同门哈哈大笑，把孙悟空当成一只妖猴戏耍。孙悟空哪肯受这个气，气急败坏冲向那些人，奔着那个几个嘴最贱的挠去。双方瞬间扭打在一起。另一边，你因修炼难以寸进，出门透气闲逛，走着走着便听前方一阵叫骂打斗声。你惊了，这里是什么地方？这是须菩提祖师的道场啊！谁敢堵门找茬？你下意识望去，就看到一群人正在围殴一只猴。你大喊：“都住手！”我说：“都罢手！”没听清楚吗？这帮人回头却见来者是你，一个刚进阶天仙的同门，顿时纷纷收回目光，没人理你。更有甚者，我说：“小刘啊，这猴子不教训不行了，你别多管闲事，否则道爷连你一起打。”你闻言大怒，当场一挥手，随意从天上射来一道罡风，吹向这些家伙。霎时间，所有人被吹得东倒西歪，一个个随风飘摇远去。这些年你其实也受到这帮同门的嘲笑，不过你会做人也会躲人，才没像猴子一样倒霉。这一次的机会就很好，借着欺辱同门的缘由，让这帮子混账变成一根根风干肠。你的心情别提多美了。你哼着不知名的小调，再次躺在云端，欣赏起方寸山的仙家美景。你在云间不知不觉来了兴致，掏出日记本再次提笔。我又看到灵明是猴了，那猴子似乎过得十分凄惨，头都破了，那些人还不肯放过。难怪后来猴子学成道法，会在这些人面前显摆。但孙悟空一定想不到，正是这一举动，才给了须菩提祖师借口，直接把他撵出山门，更进一步陷入了佛门算计。写完就见日记如以前一般毫光连闪，检测到日记主人记下一篇日记，获得奖励先天灵根悟道茶树。你狠狠一握拳，好，简直太及时了，不愧是神话日记本，随随便便给点东西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你现在最缺的就是悟性，学那什么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那叫一个艰难。现在有了这个悟道茶，修为必然如坐火箭，迫不及待地赶回洞府，捡着叶片最为肥美之处薅了一把，泡进灵泉水，不久就一口吞下，一股清灵的气息直冲灵魂。你狠狠打个哆嗦，脑海中那处处艰难的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此时再观，竟让人觉得无比简单易懂。再说孙悟空借了你的光，得以逃离恶狱，回去之后就寻个无人处藏起来，待夜半3更，孙悟空悄悄起身去寻须菩提祖师，听到心里暗喊，要不是祖师那么明显的暗示，他才不想来呢。他明明有更高级更强大的功法，凭什么叫他修那个有问题的？可不来不成。须菩提祖师太强大，不低头又能怎么办？待他来到祖师云床前，默默跪倒，顿时被须菩提祖师感知到了。本来想直接睁眼的须菩提祖师又把眼闭上了。地上孙悟空跪了许久，直到他受伤的身体都有些摇晃了。云床上的祖师这才开口：“悟空，你半夜3更不睡觉，一脸悲愤来我处作甚？莫非直到现在你还在气恼为师？”这话一出口，又把孙悟空吓得不轻。师尊，不是的，弟子不是这个意思。因师尊暗示弟子前来听到，弟子方敢夜半3更前来。至于弟子心中悲愤，并非因为老师您，实是那些同门师兄一个个瞧弟子受了老师责罚，便讥讽弟子，又责打弟子。弟子实在打不过他们，便……孙悟空猛地低下头，不敢言语。须菩提祖师掐指一算，便知缘由。胡闹！谁叫你们打闹的？明日起，所有人都给我老实诵经修道，老道会派你们大师兄去考验，不通过者，重为杂役3年。孙悟空哪怕明知这位祖师不怀好意，可是听过这等公平公正之言，也不由心中发暖。师尊，谢谢你。须菩提祖师微微颔首。好了，言归正传，为师今日便传你一道功法。说罢，须菩提祖师一指点向猴子眉心，一篇极为玄妙的大品天仙诀便印刻在猴子脑海。此法确实精妙，更被须菩提祖师融入些许8、9玄功，算是一种偏向炼体的功法。世间猴属生灵本就不耐静坐，这篇妙法十分适合孙悟空修习。若非孙悟空先有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科普修行知识常识，他可真的会感激须菩提祖师的教导之恩。奈何有金玉在前。在看这篇功法时，孙悟空明显的发现，这篇功法能以各种仙丹灵果快速提升到太乙金仙巅峰，但他从头到尾都不涉及法则，而感悟法则才是通向大罗金仙的必要条件。所以大品天仙诀的上限就是太乙金
金仙，看到须菩提祖师传授给他的大品天仙诀，孙悟空算是明白了，佛门只想让他当一个打手，人家从来没想要什么门人弟子，哪怕他孙悟空再天才再有功德，也只是人家利用的棋子，是给亲传弟子铺路的基石。感悟着这篇功法，孙悟空忽然哭了起来。须菩提祖师只觉得奇怪，他忍不住问道：“悟空，你在哭什么？”孙悟空答：“老师，世间从来没人对弟子这般好过，可见弟子前番下山，属实对不起师尊。哎，你这痴儿，只习了一篇功法便如此感动，道生就一副赤子之心，知道何谓知错就改。如此，为师再教你一套术法神通作为奖励吧。”孙悟空忽地想到日记主人提到的36天罡法，此法能被对方所赞，想来极好的东西，他忍不住期待地看向须菩提祖师。祖师看着猴子的小眼神，忍不住笑了笑：“为师这里有一般天罡36般变化，又有地煞72般变化，你选哪个？”孙悟空心里咯噔一下，他大声道：“受祖师今日教诲，弟子只怕3心2意，不能成事。这天罡36变化就很好，数量少，却也足够弟子受用了。”须菩提祖师手捻虚然，微笑道：“既然你选72。”忽地祖师怔住了：“你竟选择天罡36般变化，不改了？”孙悟空坚定地答道：“师尊，不改，我还要修习大品天仙诀，哪来时间学那么多的变化？还不如学个少的，省心省事。”听到这猴头要修大品天仙诀，须菩提祖师不由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也罢，既然你已打定主意，专心功法，也算好事。那为师就传你天罡36变吧，且拿去。一道流光再次打入孙悟空脑门，把天罡36变诸多精义印入他的脑海。孙悟空细细感悟，仔细记忆，也不知过了多久，外面天光大亮。孙悟空不敢再打扰祖师，匆匆行过礼，谢过祖师传法之恩，便转身离去。孙悟空回到自己房中，第一件事并不是修炼功法，而是打开日记副本。他想看看有没有多出些什么对他有帮助的妙法，最好能帮他解除封印。如果能帮他再伪装一下，装成他有修炼大品天仙诀，就更好了。然而日记本上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内容，倒是多了些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的感悟。孙悟空有些失望，突然他神色大变，就见那日记一行行字甚为醒目，在体内以窍穴布置周天星斗大阵，接引星光为能量，可创建出不完整的星光小世界。我以心念为引，按功法要求牵引这残缺小世界的法则烙印肉身，以此证到神化天仙。不想一不小心把刚刚构建好的残缺小世界调出肉身半数，洪荒天道当时便接管了部分世界权限。我兴奋地以为通过这种情况能与天道近距离接触，必能感知到更为强大的法则，结果白扯，一点用也没有。但因为有洪荒天道在侧，一切牛鬼蛇神皆避而远之，真神奇啊！以后若有人敢咒我就接连洪荒天道，保证施咒之人死无葬身之地。孙悟空激动地看着这本书，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俺老孙终于有救了。他连怀疑都没有，直接就以意念控制着内体的小世界往外推。在残缺小世界露出体外那一瞬间，孙悟空仿佛被灵泉浇头，通体清凉舒适。须菩提祖师设下的数枚金色皱纹，那皱纹眨眼便土崩瓦解，消失不见。好！孙悟空喜得大叫一声，他感受着失而复得的修为，兴奋不已。正在静室打坐的须菩提祖师突然间神色一变，好胆，竟有人敢帮孙悟空解开禁制，让老道瞧瞧，到底是谁吞了雄心豹子胆，敢与我佛门作对？莫不是觉得我西方教过于慈悲了？说罢，掐指一算，刚算成功，就被反噬了，当场就呕出一口圣人精血。可此时须菩提祖师根本没心思理会他受伤的身躯。这位佛门圣人的三师此时惊讶的满脸都是骇然之色。天道为何是天道？怎么能是天道？天道为何要插手孙悟空？难道我西方教大兴不是天道定数吗？那为何西游亮节的主角是了？西游亮节的主角何等重要，怎能任由我等随意玩弄？看来老道近日所为过于明目张胆，令天道反感了。看来还得通知本尊一声，涉及孙悟空的一切依然只能引导，不能强迫。一道流光自灵台方寸山飞起，直奔天外天的混沌之中。准提正在佛界打坐参禅，忽地被一道流光击中，接引端坐他云床正对面。看到那道流光，不由其道：“须菩提有何事找你？你不是派他去教导猴子吗？”准提圣人双眉紧锁，孙悟空身上的禁制被解除了。什么？那禁制是由你我共同出手所下？莫非太上和元始二人要赖账？封神之时，太清天尊和元始天尊二人邀请他们二人出手，一起镇压通天教主。当时二位道教天尊便许下了人情，西方教当心一亮节，圣人代表天地，4位圣人共同承诺，西方教当心，女娲圣人不管事，通天教主被关进紫霄宫，他们4人自然就代表了天道。天道定数，西方教当心一亮节就这么成立了。转头接引准提二圣对孙悟空做手脚，在这石猴出世前就封印了他的修为，不许脱离他们的掌控，否则猴子汲取灵气1万年，又有补天功德在身，凭什么体内一点法力也没有？现在猴子身上的禁制被清理干净了，也不能怪接引圣人怀疑的老子和元始身上。准提一脸苦笑：“师兄，你掐算一下。”接引不语，果然默默掐算，结果他百般测算，孙悟空身上的事情都指向天道。接引一脸惊骇地看向准提，接引起身：“我不相信天道成精了，咱们直接去紫霄宫看看通天在干什么。”这也好，师兄且去，我再派弥勒去人教和阐教看看，若是那2位要反悔，你我师兄弟必与他们做过一场。准提圣人一道圣人法旨降下，地仙界的西天灵山大雷寺的几位尊者都有些懵，天道竟出手帮了那灵明斥候，圣人还让弥勒去人教和阐教打听情况。弥勒佛双手合十，向佛祖如来一礼：“至尊，贫僧这就前往。”如来佛祖道：“未来佛自去。”说罢，他看向观音尊者，观世音菩萨
萨，敢问那六耳猕猴何在？”观世音大惊：“世尊不可！孙悟空身上有着补天功德，更是钦定的稀有亮节的主角，不可轻易更换。若世尊另有打算，贫僧建议还是等那猴子进入囚禁路再说。毕竟天道大事不可改，小事可改。”如来佛祖轻叹一声，和睦不语。观世音再次行礼：“世尊，贫僧决定去天庭一趟，查看一下天庭的布置可有疏忽。”如来佛祖轻诵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尊者当亲自看押六耳猕猴。至于天庭昊天上帝那里，派你身边童子走一趟即可。”观世音迟疑了一下，劝道：“那孙悟空是补天石之一，与女娲娘娘之间因果甚多，世尊哪怕不喜，看在娘娘面上，也要多给几分颜面。”如来佛祖终于合上双眼，继续参禅，不再去提六耳猕猴。很快，整个地仙界加天外混沌都因为一个孙悟空动荡起来。方寸山，须菩提祖师给本尊发出消息后，又忍不住拿神识往孙悟空那边扫了一下，他想仔细瞅瞅，到底是什么原因能让孙悟空能得天道助力。结果他的神识才扫过去，就被没有离开的洪荒天道的力量给波及了一下，结结实实挨了天道那么一下子。也就是他是天道圣人的三世之一，才没致命，但也让须菩提祖师老实了。孙悟空此时却陷入极大的危机之中，借天道的力量解开了封印，他自然要将内世界收回来。然而他没拉动，内世界是用猴子肉身构建的，要是这东西被洪荒天道接管，那他就完了。孙悟空马上用上全身所有法力，使出吃奶的力往回拉，也就是这内世界与猴子一体，还可再拖延点时间，但最多1日之内，猴子构建的内世界就会落入天道手中。孙悟空一把拿过日记本，解铃还须系铃人，把内世界探出体外是日记主人的高招。那现在的危局，也只有这位大能可以帮他一把了。刘海通真没想到这一点，他没遇上孙悟空遇上的事。就本质来说，他们不一样，他是后天人族，是血肉生灵，而孙悟空是补天石化形。至于说洪荒天道拿下头生灵的一个小破世界，还要1天的时间，那是因为天道觉得是自身界魔问题，手段才温和小心许多。毕竟世界都是残破的世界，再用力大些，破掉了怎么办？刘海通的残破世界能以大法力收回，而孙悟空不行的原因，就在孙悟空着急上火时，刘海通还在喝着悟道茶悟道，一边记心得体会，就怕过后忘了。罢笔时，神话日记本瞬间亮起晶亮的青光，比任何一次都要亮。检测到日记主人记下1篇日记，获得奖励遮天神通接字秘。霎时间，日记本发出一道青光，把那篇接字秘法印刻进了他的脑海。老天，竟是接字秘，遮天中能提高10倍战力的好东西啊！不过为何只是1篇神通？这跟我记日记的字数不太对等啊！刘海通琢磨半晌，终于想通了。他轻一叹，拿起笔来，把接字秘完整的记录下来，又把方才看到的捉风也给画了上去。然后刘海通再次修炼起来。他还记得方才帮了孙悟空一下，等那些人回来找他算账，他总得跟这帮人做过一场。明面上他才天仙，刚过几个时辰，他就变金仙了。哪怕须菩提祖师对他们这些弟子一般都是放养状态，也会为了孙悟空的安全出手探查。这个接字秘就来得很是时候。孙悟空还在拼死挣扎，直到刘海通上传了神通接字秘，还画出了捉风的模样，这给了孙悟空极大的帮助。神通可以化入山峰，那么他这个世界是不是也能变一变？马上把他的残破内世界慢慢降格，化为一块洞天山峰，其上缭绕各种法则，直接立在了须菩提祖师的3星洞天中。他画的山峰不大，放3星洞天里就是一块石头，要不是上头的法则太多，都不会有人多瞅他一眼。洪荒光是有名的洞天就有36大洞天，72小洞天，猴子画出来的这个洞天又小又差，差到天道直接放弃退场了。孙悟空直到天道的力量从身边消失，才小心翼翼地把这片山峰收回体内。他终于活下来了。虽然体内世界从残破小世界降格成了洞天，但是法则还在，不影响他修成神化天仙。今天实在太惊险了，要是再来一次，孙悟空都不敢肯定能不能活下去。须菩提祖师拿着刚刚传回来的准圣法旨有些发呆，只能影响猴子，不能直接对其下手。那老道我得影响到什么程度呢？他思前想后，直接招来身边童子砗磲童儿，你去找孙悟空，他刚入门不久，初得功法，也不知修炼成什么样子，你去督促他1、2。童子一愣，随即应了一声是祖师。翌日，孙悟空刚睁开惺忪睡眼，就被须菩提祖师身边的童子堵了门。恭喜悟空师兄，师兄得了祖师青眼，竟在短时间的传功法，比之同门师兄弟不知强了多少。就在方才，祖师又提到你，说你才入门，让师弟前来督促你认真修炼。师兄快些修道，莫再耽搁时间。说罢，砗磲童儿正对孙悟空盘膝而坐。孙悟空呆了，须菩提祖师竟然派人监督他修炼大品天仙诀，你可做个人吧，这哪里是督促，这是要命吧？师弟啊，师兄是什么牌面上的人啊？就算师兄再得祖师看重，俺老孙也得按规矩来吧。你瞧，咱们3星洞刚来的弟子是要挑水砍柴的。砗磲童子一摆手，什么砍柴挑水，这个师弟可不管，师弟只知道祖师法旨令我监督你修道。说罢，就这么盯着孙悟空，等他修炼。孙悟空不敢赌这位大神通者身边的童子的见识，只能不情不愿地开始修炼大品天仙诀，竟愕然地发现大品天仙诀提升修为的效率是真的太高了。1天时间，孙悟空就把他摇摇欲坠的金仙道果给稳定住了，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但是一旁的砗磲童儿却看得十分羡慕，他服气地叹道：师兄的资质真是太好了，师弟我还从来没见过如你一般，提升修为如吃饭喝水一般容易的生灵，难怪祖师派师弟前
前来督促师兄，时间不早了，师弟还要寻祖师复命，告辞。车渠恭恭敬敬给了孙悟空一礼，方转身离去。这位监督人一走，孙悟空猴脸瞬间拉长，这可怎么办？这帮该杀的家伙，一个个的天天盯着俺老孙不放，想让俺老孙当什么棋子？不行，这里是真的不能待了，俺怎么才能下山去呢？他急忙翻开了神话日记本副本，寻到一页，上面写着，难怪后来猴子学成道法会在这些人面前显摆，正是这一举动才给了须菩提祖师借口，直接把他撵出山门。有了，就是这个。就在这时，神话日记本副本忽地一闪，上面再次出现了一行行的字迹。听闻猴子在山脚下被老师打了3巴掌，这事都传遍了三星洞，莫非西游亮节要提前了？否则须菩提祖师为何提前传法？那猴子是不是要变成大树，变成鹰，再学了筋斗云就被撵下山门了？啧，一想到猴子下山回到老家就被地府拘了魂，落入佛门算计，我就忍不住有些可怜他。你说好端端把地府生死薄乱画一通，沾上多少因果啊？就他身上那点补天功德得消耗多少？而阻止猴子胡闹下去的佛门人物又得了多少好处？我要是他，就在方寸山里苟着，死活不下山。当然，洪荒弱肉强食，猴子修为要是一直提不上去，他依然免不了落入算计的下场。这边刘海通写完日记，十分期待地看着日记本，等着好处降临。就见日记闪啊闪，他面前多出数十枚果子，检测到日记主人记下第一篇日记，获得奖励：遮天神通行字密，洪荒先天灵果黄钟梨50颗。刘海通看着眼前的奖励，抱着日记本直接亲了一口，哈哈哈，简直太好了！黄钟梨啊，吃一个就成大罗金仙了，我还修什么道啊？直接吃就完事了。刘海通兴奋地拿起一只果子，往嘴里一塞，黄钟梨入口即化为无尽法力，在这法力之中还内含一段普通的木系法则之力。刘海通却大惊失色，用普通的木系法则进阶大罗，那能有什么战力？而且他修炼的是时间法则，而不是五行下属的木系法则啊！没办法，刘海通只能苦着脸用体内的残破小世界汲取那颗黄钟梨中的法则，直到他把这些法则都收录进去，才长长出了一口气。这时，刘海通内世界直接胖了一圈，小世界的法更加完善了，继而影响到印刻在他身上的时间法则。刘海通大喜，再运转一圈法力，他竟轻轻松松把自己的修为提升到了太乙金仙后期，真只差一步就晋升神话天仙洪荒的大罗了。再说孙悟空，猴子在神话日记本副本上直接看到了自己的未来，他惊悸不已。原来他待在方寸山上的算计还算轻的，外头竟还有更加恶毒的算计。孙悟空默默摇了摇头，不能下山，只有山上这段时间把修为提升上去，才能在未来中执掌自己的人生，否则如何都逃不了强者的算计。想到这里，想留在山上就得老实，就得当孙子，所以显摆是不可能显摆的，最好连大门都不出，等俺老孙的修为高了，直接把那些敢算计俺老孙的家伙一个个捉出来弄死。方寸山，猴子，道爷今日有事，你去帮道爷马今日的要砍柴砍了。另一人看到这一幕，忍不住道：猴子，你帮师兄我抄10篇黄庭经，我今日没工夫写了。猴子，你急去后山砍柴，那顺便帮我挑点水吧，我还有7大缸的水没挑呢。孙悟空一脸为难，行是行，就是完成时间会稍晚些了，我前头还有砍柴抄书的任务。最后一个开口的同门并不在乎，没关系，只要你在天亮前把事情做完就成，我不挑的。猴子马上露出一个笑容，那就好，只要不耽误师兄的任务，俺老孙这边绝对没问题。猴子，帮我给后山的师弟送个口信，你最好现在就去。孙悟空忙应道：俺老孙这就去。他就像一个没脾气的老实人一样，处处被人命令着做事。时间一长，所有方寸山的同门都开始欺负起猴子来，而孙悟空天天忙得像只小蜜蜂，修为提升就慢了许多。被派来盯着孙悟空修炼的车渠童子看在眼里，心中不忿。老爷，就是这样，那些人天天欺负孙悟空，孙悟空许是刚来，也不敢反抗，我瞧着他们做的太过了一些。老爷，您看这事，这让祖师十分惊讶。他道：带老道我瞧瞧。说罢，他用神识一扫，就看到猴子做的比车渠说的还要夸张。灵明石猴是混世4猴之一，个个无法无天，可他洞府中的猴子竟然老实到被凡人欺负。须菩提祖师吃惊的张大嘴巴，孙悟空可是他们西方教上下花费无数心血才炮制出来的西游亮节主角啊！就猴子这样的，他能按着剧本先闹地府，再闹天宫，人家天帝给他一个弼马温，猴子还不干到老死啊！孙悟空心性不对，可比什么都重要。须菩提祖师不敢耽搁，他在细细观察了猴子几天后，当机立断，直接给本尊准提圣人传信。通过老道我的观察，这灵明石猴的心性大有问题，其性格软弱可欺，虽有金仙实力，却连凡人欺负都不敢反抗，这与我们认定的混世魔王区别甚大。老道已暗示我之童子给其撑腰，但极无效果。此事本尊尽快拿出一个主意。准提圣人接到他分身来的信，顿时有些头痛，他反手把这消息传给了多宝如来，然后就问身边的师兄：接引师兄，你说咱们是不是选错了猴子，还是说女娲娘娘在扔补天石时做了什么手段？否则秉承先天神魔混沌魔元的混世4猴不该如此心性啊！接引圣人愁苦的脸越发愁苦了。按正常来说，女娲圣人不该如此，我佛门大兴与他们人族也没有害处，他出手阻拦作甚？准提道：我们没给他好处。接引
影的苦脸一沉，微韵道：“乌巢禅师不算，乌巢禅师便是帝俊第10子，女娲一直庇护的那只小金乌。”准提圣人提点道：“许是给的太少了。”好半天，这位佛门的圣者道：“只是心性有差，并非不可改变。先叫须菩提和多宝、观音解决一下，我不信500年时间还改不过来。”准提想了想，时间上确实来得及，我多督促他们一下。另外，师兄，我打算派琉璃童子去挖皇宫走动一下。西方灵山大雷音寺，如来前脚才把各方布局清点一番，转头就又接到了佛门二圣的法旨。他盯着手中消息看了半晌，观音尊者，据说混世4侯皆是无法无天之辈，因何到了须菩提祖师那里的灵明世侯是个例外？能不能是他假装给咱们看的？观音迟疑地道：“那灵明世侯方经行不久，许是不曾经历什么，才一无所知。待贫僧安排几个人到他身边言传身教，想来那猴子很快就知如何胡闹。多宝如来稍作沉吟，做2手准备。若是那猴子教不会，就拿花果山上猴子猴孙的命来增其力气。还有，准备好6耳猕猴。如果不行，我们前期强压着他做事，待走上正轨后，马上把人替换下来。”观世音菩萨应道：“世尊说的有理，贫僧这就去办。”方寸山，孙悟空从来不曾想过，他装老实的权宜之计，马上就惹来佛门的毒辣应对。这一日，刘海通终于走出洞府，他在自家老巢里修炼许久，也没等来一众找茬的同门。这天底最怕的是不落地的靴子，刘海通也是如此，因为心不静，他修炼的效率也提不上去。心烦之余，他直接出门，结果他就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猴子，一普通凡人杂役。大刺刺走到金仙猴子跟前，颐指气使的叫道：“孙悟空，我们今天晚上要吃7香鹿，你去后门给我们打去。还有我哥说了，不要老的，要小鹿，肉质一定要细嫩。要是你打回来的鹿寨了老了，你个猴子就等死吧。”孙悟空一脸陪笑的转过身：“是，俺老孙马上就去，马上就去。猴子，我师兄要吃后山的灵桃，你马上去给我摘几个来。”猴子更是没口子应道：“马上，俺现在就走。”猴子驾云就走。刘海通直接捂脸，他都没眼去瞅了。那杂役是凡人，说话的人是个天仙，孙悟空却是个金仙，结果堂堂金仙却被人家指使的像个孙子似的。猴子，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可是齐天大圣，跟天地叫板，让天庭满头包，地府乱成一锅粥的存大，结果你在方寸山就这么软弱可欺，我真的是到了一个正常西游吗？刘海通直接掉头回到洞府，提起笔就写日记。猴子的变化真大，我原以为他在得到须菩提祖师的传法后会嚣张跋扈起来，没想到孙悟空竟然如此的老实，这让我想到猴子在方寸山到底发生了什么，竟在离山后戾气那般的重。也不对，毕竟猴子下山后就被地府勾了魂，这命都要没了，再不反抗也不对吧？但如果我看到的猴子性格是真的，他以后还会篡改生死簿，大闹地府吗？要是猴子只会正常告状申冤的话，那佛门可就惨烈了。人家目的就是借着猴子出手，大闹地府，篡改生死簿，逼后土娘娘犯错，好把地府里的后土和巫族彻底清理干净。说来洪荒天道可真不是个东西啊，不就是仗着生的早，所以压制跟他同级的地道和人道吗？先用龙汉大劫压制人道诞生海量的大神通者，后用巫妖良劫重新清理一下人道万灵强者，再把盘古氏血脉巫族整死，又以人族这等后天生灵代替了人道。人道被削弱到极点后，天道转头又向半死不活的地道下手。西游亮劫之后，道教不显，后土消失，可能又是一次天道的胜利。恶心的天道和红军，我要是后土娘娘，就直接把地府整理一下，在收回真身的瞬间，转身向大道起誓，重建诸天万界的府。到时候这个地府虽与洪荒有关联，却会独自归属于大道旗下。在地道不出的情况下，大道管理冥界，地道出则地道管理，天道根本别想伸爪子。到时候地府有诸天万界增其本源，后土直接成就地道圣人，不香吗？刘海通一时激动，写了好几页的日记。检测到日记主人再次完成1篇日记，获得奖励：神话世界神像镇狱神功，神话世界12都天神煞大阵。刘海通盯着这一门功法，一门阵法，莫非是我写猴子和地府写的多了，所以日记就给了我2个相关的功法和阵法？可这东西对我真的有用吗？待刘海通读过功法和阵法的说明后，整个人都震惊了。老天啊，神话世界神像镇狱神功竟能修出力之法则，早知道我选什么时间啊，直接用这个不香吗？还有这个神煞大阵，我以为是祖屋以自身布阵，结果人家是先练阵旗，然后以概念性的东西聚集一丝灵魂之力，然后再经祖屋精血布阵，重聚盘古分身，而不是真身。我明白了，神话世界是永恒大世界，想来盘古也是能活过来了，所以神话世界的祖屋们是不得不改吧？哈哈哈！刘海通不厚道的笑了，不过他还像以前一样，提起笔，把该写的都记在日记上了。检测到日记主人再次完成1篇日记，获得奖励：9000年子文蟠桃100个，人参果100个。刘海通撇了撇嘴，先不说他手里的黄钟礼还没吃完，就算黄钟礼吃尽了，这些个东西也不算受他欢迎，因为这等灵果它只增法力，不蕴含法则，对他屁的帮助没有。这厮对着这等罕见的灵果吐了2个字：晦气。另一边，猴子又从日记里又得到了1篇功法，还是神话世界称得上名号的功法，乐得他连续翻了数个跟头。若非神话世界神像镇狱神功修炼的起点就是洪荒大罗金仙，可能猴子就直接上手开练了。如此一来，猴子越发认真的修炼神话世界基础修炼法了。在须菩提祖师眼中，孙悟空的资质逆天，
间，其修为肉眼可见的往上升，这让他越发着急，修为提升迅速。孙悟空在方寸山苟得十分开心，他是开心了，可须菩提祖师却看得上火又震惊。明明他的大品天仙诀根本没有涉及到法则，孙悟空却在一些普通动作中隐隐涉及到力量法则和一些速度法则，这是须菩提祖师怎么也没想明白的，只认为这是灵明石猴本身特性的原因。灵明石猴通变化，识天时，知地利，移心换斗。可是猴子这样在三星洞里待下去，光增长修为不长力气，那是绝对不行的。思前想后，须菩提祖师还是把自己的童子砗磲叫来。孙悟空最近修成什么样子了？砗磲童子踟蹰道：弟子天天看着那猴子帮这个帮那个，要么就是待在自己洞府修炼，修为如何，弟子也不知晓。祖师道：悟空竟懂得互帮互助，他都帮同门什么了？砗磲童子迟疑了一下，最终还是开口道：那猴子他帮许多同门师兄弟砍柴挑水，一句砍柴挑水，直接把须菩提祖师惹怒。好个猴头，真不知所谓！你没和他说，挑水砍柴是老道我用来磨练弟子心性的吗？罢了，一样米养百样人，他有相助同门之心，却不明规矩道理。你仔细把咱们方寸山的规矩说给他。还有，他若想帮助同门，你叫他直接显出真法给同门看，再和他们切磋一下，此法方为上上之选。砗磲童子忙应声道：弟子这就去通知那不知事的猴子。须菩提祖师嗯了一声，又警告道：告诉老道门下那些蠢材，要是哪个再敢把磨练心性的任务扔了，已知道心不稳，修为无以寸进，老道就把他逐出山门。砗磲童子吓得腿软，连声道：弟子马上就去通知，马上就通知。砗磲作为祖师身边的童子，算是圣人身边一只耳报神。这一次须菩提祖师提及磨练心性的任务，砗磲童子心里有鬼，光他帮门中弟子隐瞒的就不下近百起了。此时这种事被刻意提及，他自然心中十分的惊恐。他从祖师这里一边往外跑，一边暗恨孙悟空，要不是这只猴子引得祖师注意，他的事哪里那么容易爆发？砗磲童子带着满腔的怒火，跑去通知众方寸山同门，告诉他们祖师的警告之言。这帮人一听说敢偷懒耍滑者会被祖师撵出门山，顿时一片哀嚎。有人突然间机灵了一下，指着那几个专门让孙悟空帮干活的家伙怒骂：都怪你们这些人，要不是你们偷懒太过，天天让孙悟空代做任务，祖师哪里会盯上这件事？你们就怨恨我们吧，可怨我们有什么用？从这件事里，你们没发现祖师十分喜欢那只妖猴吗？不信你们问问砗磲童子，那猴子是不是得了祖师青眼？比如说神通、道法，他都从祖师那里学到了什么？竟对我们如此欺压都不在意，还乐在其中。众人忍不住齐齐去看传话的砗磲童子。砗磲童子迟疑了一下，竟把祖师让他做的事说了出来。前几日，祖师确实让师弟我天天去盯着猴子练功，不过我见识不多，倒没看出来那猴子练的什么功法。但咱们这位猴师弟汲取灵气倒十分惊人，也不知谁喊了一嗓子，咱们去找那妖猴去。一介妖物，竟得了祖师恩典，还一门心思讨好卖乖，让祖师小看我等。好一个妖猴，果然长了一副狼子野心。不错，四师兄说的是，咱们去找那猴子对峙去。他是不是处心积虑想要坏了我们在祖师跟前名声？走走！一群人就在几个小人和砗磲童子刻意引导下，纷纷去找孙悟空麻烦。此时，孙悟空正坐在自己的洞府中，细细品味着神通行字秘。突然间，他气息高涨，灵力攀升，速度法则竟在短短时间里长了半成有余。孙悟空一声喜悦的大吼，速度法则让在这原地忽隐忽现，头顶上方更有灵气化形，势成龙虎，凤鸣九天，金龙环绕。三星洞中，须菩提祖师一步踏出房门，定定看着孙悟空所在方向，满脸骇然。这才多久，那猴头竟然晋升太乙金仙？怎么可能？老道我的大品天仙诀虽然是专门设计出来给孙悟空练的，可也没道理能让他这么快就成就太乙金仙啊！更重要的是，猴子成就了太乙金仙，头顶有瑞兽现身，可见他自身的潜力并没用尽，这分明与我佛门大计有损。不行，不能这么下去了，得撵这猴子下山了。须菩提祖师紧锁双眉，正要想以什么理由打发了这猴子，突然他笑了。另一边，一众门人弟子气冲冲地来到了孙悟空洞府门前，有人当场大叫：出来！那妖猴子，你马上滚出来受死！孙悟空，你出来！是不是你在祖师面前说了我们坏话，所以祖师才盯上我们的？等等，你看他洞府上的彩云，这厮不会正在里头突破吧？众多方寸山同门霎时一阵安静。砗磲童子心生嫉妒，忍不住道：祖师真是偏爱他啊！莫非这猴子满身金毛，十分可爱？一想到这妖物因为得了祖师青眼，得次道法功法，入门没几天就开始突破，众人心里越发不平衡。砰！也不知哪个直接凭空画出一只人头大小石头，直接砸在了孙悟空洞府的大门上，瞬间那门破了个洞。妖猴，滚出来！孙悟空水到渠成，突破成神话地仙，还没等乐呢，就遇上一群找事的同门。要放没看日记以前，孙悟空一定会冲出去，把这些坏他道果的混蛋活活打死。但是他想留在方寸山，最好能修成神话大罗后再出去。所以当众人看到猴子满身道则缭绕，一身气息格外迫人，还面带微笑，和往日一般无二时，所有人都嫉妒了。砗磲童子半眯着眼睛，嫉妒之意更加明显。就听他问：孙师弟，没想到你入门没几天，竟突破了，恭喜恭喜啊！一会儿我一定去祖师那里禀报这个好消息。不知师弟你所修何法，竟突破如此快速？对了，前几日祖师就叫我督促你修炼，莫非那时祖师变你功法，让你有了突破之意？这话也不算假。孙悟空想了想，他觉得把突破的契机放到祖师给予功法上，似乎理有逻辑一些。砗磲师兄说的对，祖师前几日传了我大品天仙诀，这个功法修炼起来
确实快速，是不可多得的好法门。妖猴静巧颜色变，哄骗祖师传法。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在山上砍柴挑水10数年，方得传法？你竟入门几日，便哄得祖师传法？妖猴拿命来！人群里忽地有人怒气勃发，冲着孙悟空兜头就是一拳。这人不过天仙修为，孙悟空此时却是太乙金仙，他连躲闪的想法都没有，就站在原地，由着那人打了他一拳。对方一拳捶在猴子头上，就见青光闪烁，猴子一点事也没有，对方却被反弹出万米之远。就这，还是猴子不想伤人，及时收了不伸溢出体外的速度法则，否则对方就会被法则之力反弹成重伤。猴子收手，可众人却不知情。大家只看到那妖猴也没多厉害嘛，没看他们中最弱的那个出手，对方也没把他怎么地。这猴子能打，于是乎，这群因为祖师严格要求，被逼天天砍柴挑水的天仙真仙们一起上前要打猴子。一旁的砗磲童子看到这一幕，心满意足的笑了。他不但没去禀报同门闹事，反而暗暗拿出一支先天灵宝金烛灯，在猴子应对众多法术时，一斗灯火把那先天神火当成普通火系法术烧向猴子。猴子是头一次和众多同门打斗，他应对这些人轻轻松松，因为这些人根本破不了他的防，只是为了苟下去，这厮不得不装模作样，装成被打得挺惨。正是因为他的大意，这一抹灯火直到点燃了他的猴毛，孙悟空才反应过来这火不对头。但是晚了，就见猴子那一身金灿灿的猴毛瞬间燃起指头那么大小一块，烧焦的毛味慢慢散开，孙悟空的脸慢慢黑了下来。你们找死！灵明狮吼就是灵明狮吼，哪怕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一定要苟住，可当他的毛秃了一块时，猴子终于炸了。只是他还没出手，只是太乙金仙道体上气息法则来回波动，这些人就受不住了。在猴子没怎么出手的时候，他的敌人们已经倒地哀嚎一片了。砗磲童子从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他手中的金烛灯还未收回，整个人就愣在当场。你竟敢对同门下死手！猴子双目赤红，周身法则波动越发骇人，他瞪向砗磲童子手中灯火，气急败坏的叫道：是你偷袭俺老孙！砗磲童子一看这般情景，吓得掉头就逃，一边逃一边还尖叫：祖师救命啊！您收进门的妖猴要杀人了！孙悟空顿时被气个倒仰，他何曾要杀人了？明明是这帮人自己找死，还有那个砗磲童子，明明是那小崽子放火烧他，他只是质问一句，怎么就成杀人了？就在孙悟空强压心头怒火，想要解释一句时，天空间一片威压降临，如大日横空，神人降世，所有人都被压得喘不上气，而猴子更为严重，直接被压得趴地不起。逃向远处的砗磲童子如同时光倒流的影片一般，竟直接倒了回来。须菩提祖师足踏祥云，满身慈悲的现身在众人面前。砗磲童儿，这里发生什么事？你又在逃什么？砗磲童子一见须菩提祖师，顿时哇哇大哭：老爷，那妖猴得了您的传法，修为稍高后，就对我们这些下了死手。您瞧瞧地上的师兄弟，都是他下的手，吓死我了！一眨眼啊，我的师兄弟们就都重伤倒地了。老爷，那妖猴忒不是个东西啊！他这话气得猴子暴跳如雷，可除他之外的所有方寸山同门却纷纷赞同。祖师，却是猴子不对，我们只是发现这孙师弟突破，才找上门寻他切磋，哪想这妖物就是妖物，野性不改。祖师，这妖猴子从头到尾就没拿我们这些人当同门，他是故意要坏我们的道心，盗徒啊！祖师，这厮心性太坏，何该撵下山去？眼瞅这些同门的恶言恶语，还想撺掇祖师撵他出山门。孙悟空是真急了，就听他大吼一声：呆！猴子身边的速度法则如潮水般波涛起伏，瞬间挣脱了须菩提祖师的压制。须菩提祖师忌惮地盯着孙悟空，他作为圣人三师，哪里是随便一个太乙金仙能反抗的？可孙悟空实实在在地挣脱了他的压制，这说明西游亮节之子的提升太快了，也太强了。这时猴子还在为自己的狗道努力，就听他气急败坏地大声叫屈：老师，砗磲童子在胡说八道，俺老孙老老实实待在自己洞府修炼，这些人没事找事的打上门来，祖师您看俺老孙的洞府大门都叫他们打破了。至于说这些人受了伤，那可不是俺老孙故意的，俺老孙刚刚突破，身边的气息控制不了，这些人明知不敌还要撞上来，被弟子的护身神光反弹受了伤，还要怪俺老孙太结实。胡说，这猴子在胡说八道，什么样的护体神光能把我们反弹受伤？祖师，请给我们做主啊，不要被这妖猴花言巧语给骗了。眼瞅着场面越发杂乱，须菩提祖师轻哼一声，一声炸雷在众人耳边响起：够了，你们这些人混账，天天就知道偷懒耍滑，老道我这些年来就教出你们这样的一群不要脸的家伙，你们不要脸，老道我还要脸呢！须菩提祖师一声大喝，震得众多门人弟子鸦雀无声，就连神情不忿的孙悟空也俯伏在地，不敢言语。既然尔等修道之心尽无，那也不必在我方寸山修道了。砗磲童子，你盯着他们，收拾东西下山吧。在场一群天仙真仙顿时傻了，有人当场就叫：祖师，我们错了，我们给孙师弟道歉，您别撵我们下山好吗？祖师，我们不是故意的，只是自古人妖不两立，我们看到一只妖猴进了咱们山门，心有不忿，才对他动手的。弟子真的无坏心啊！须菩提祖师没理自己门下弟子，他又看向孙悟空：悟空，在你来之前，我这方寸山不敢说同门和睦，但也没几个天天没事找茬作乱的。自打你来，我这山上天天热闹非凡，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既如此乐意与人打斗，那便直接下山吧。
罢。老道，我收门人弟子是为了传承道统，而不是天天惹是生非的。再有，你如今也有太乙金仙，老道也修了你道法神通，你也与他们一同下山吧。孙悟空哪里想下山了？可他从来没想到自己都苟成这个样子了，结果被一群愚蠢的同门给连累了。这叫他怎么说？简直天降横祸，都没处说理了。祖师，弟子无错，弟子在老师门下还未学到真功，真的不想下山。须菩提祖师一甩袍袖，一阵大风吹来，卷着这些方寸山的门人弟子和孙悟空一同下了山。众人耳边传来须菩提祖师的警告：出我山门，永远不得提起老道，更不得提及山门。若有人敢违背，莫怪老道无情，上天下入地，必斩尔等小命。孙悟空一脸木然地看着此处空旷的原野和那再也寻不到的方寸山，他这就被撵下山了。可是为什么？明明他没做错什么，都怪这些没事找事的混账同门。若非是他们老寻他闹事，祖师怎么会无缘无故把他也赶出门山？孙悟空怒睁一双猴眼，双目赤红，他恨不得直接把这些莫名其妙的同门弄死。可犹豫半天，猴子没敢动手。天知道那位圣人是不是在暗示观察，可就这么放过这些人，猴子还有些不甘心。忽地，孙悟空脑中灵光一闪，身上猴毛一抖，落下一些浮毛，对着那些猴毛，猴子吹了口仙气，就听他低声喝道：变！霎时间，猴毛变成小虫，个个细如毛发，以灵气为食，还能把观察对象的行动展示给猴子看，跟监控器相差无几。猴子一脸坏笑的同他们挥了挥手：诸位师兄，既然祖师不许咱们回去，那俺老孙便回老家了，你们在这里慢慢商量吧。要是真能说服祖师回心转意，便去花果山告知俺孙一声。说完，猴子直奔花果山而去，来时花费10数年，回去只在一瞬间。孙悟空有些迷惘地站在自己出生的石台上，看着满山的猴子猴孙，一时间有些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他怀中的日记本突然热了起来。猴子大喜，在被撵出山门，面临无数大能算计的时候，这本日记简直是他脱离苦海的希望。很难想象，猴子才入几日，便被须菩提祖师赶下山去。据说撵他下山的原因，竟是猴子与同门打架斗殴，把好好的修道场所闹得乌烟瘴气。不是这种理由，连小孩子都糊弄不了吧？可是为什么呢？正常来说，须菩提祖师应该教猴子10年，才会让他下山吧？对了，我又想起一事，好像猴子下山前正在突破太乙金仙。让我想想，好像西游之中，猴子下山时也就这个修为了。佛门那些人可真是迫不及待啊！对了，让我想想，猴子下山后回到花果山，好像打了一个小妖怪后，直接去了东海龙宫，检测到日记主人记下第一篇日记，获得奖励神话世界人黄金，神话世界真龙9变。刘海通愣了一下，他细细看起日记奖励给他的2门功法。神话世界人黄金顾名思义是专门给人皇修炼的功法，这个功法在神话世界中应该不算顶尖，但也是不可多得的力道之法。至于后一个神话世界真龙9变，就更为不可思议了。这功法是给带有龙族血脉的生灵的一种提纯血脉的功法，是以这门功法不挑种族，不挑修炼所需的能量类型，只要修炼就可以提升己身的龙族血脉，在9变之后就能进化为神话世界的正统龙族。说实话，要不是刘海通已经有了修炼功法，他都忍不住给自己弄一丝龙族血脉，然后修这个功法了。刘海通带着一股说不上的嫉妒气，刷刷几笔就把这2部功法写到了日记本上，然后他就合上本子，连日记奖励的灵果灵材等物都没瞅一眼，就跑出去看方寸山仙景，平息心情去了。另一边，孙猴子正抱着日记本看，他也看到了人黄金真龙9变2部功法。原来龙族竟有如此强大的功法，只需要吃就能进阶大罗金仙了。上天怎么没打死这帮混账玩意儿？孙悟空心情也不平静了。就在这时，有小猴子看到了山顶的孙悟空，当场便把他认了出来。大王竟回来了！大王，我们好惨啊！好多同族都吃一个妖魔给抓去吃了。无数声援提响起，孙悟空却心头凛然。他突然想起日记里提到的那只他打死的小妖，后来他又要去龙宫寻宝。此时日记本突然写出一门真龙9变，莫非这功法不是写给他的，而是借他之手传给龙族的？不是吧？这龙族到底有多么受宠啊？明明他才是这本日记背后大能选中的人，凭什么他还得刻苦修炼才能进阶？而这些龙族，莫非这位大能是想收服龙族这个上古种族，所以有了真龙9变的出现？那俺老孙得给那位尊者办好了此事。想到这里，孙猴子对着这些猴子猴孙招招手：小的们都收声了，大王我既然回来了，那么1、2小妖就算不了什么，功法之事且等以后再说，我先去把你们说的吃猴妖怪打杀了事。那个谁，孙悟空一指一只通臂猿猴：就是你了，你来给俺老孙指路。走。猴子一把将这只老猿提起，对方精明的指向一个方向：大王，就是那里。那混世魔王几次攻打咱们花果山，险占了我等的水帘洞，要不是我等舍死忘生，拼死反抗，咱们都等不到大王您回来了。孙悟空随意地点了点头，在老猿所指山区仔细查看。此时须菩提祖师道场上空有6丁6甲，5方揭地，4只公曹，18位护教伽蓝站立云端。这些人看着下方空空如也的山脚，惊住了。不是，我能问一下，须菩提祖师到底传给了那猴子什么了不得的法门？怎地我一眨眼，这人就不见了？随着6甲中有人说话，另外的5方揭地、4只公曹、18位护教伽蓝等人也忍不住纷纷开口：不光你这么想，老夫司职是4只公曹，游走四方，盯人看是从无缺漏，结果那猴子就硬生生的在我眼前消失了。你敢信？不是，你们佛门大能教猴子也太认真了吧？我瞅着这位灵明狮猴快到大罗金仙了，能
能这么快在咱们所有人眼皮子底下消失？没有速度法则加成，绝对做不到。都别说了，你们先在这儿找找，我亲自去方寸山拜访一下须菩提祖师。就见一道霞光从天而降，直接落到了灵台方寸山道场门外。就在这位佛门护法降下之时，刘海通怀中的神话日记本突然热了一下。刘海通纳闷地道：“这是怎么突然间就热起来了？”他仔细打量着了一会儿日记本，也没摸到头脑。三星洞须菩提祖师处，就见这位佛门大神通者突然心血来潮，当场掐指一算，刹那间，这位准提圣人的三尸就变了颜色。不好，本以为为传猴子驾云之法，这家伙就跑不快，要在犀牛贺州待上许久，方能回转东胜神州。不曾想这灵明石猴竟在速度法则上有着得天独厚的资质，一眨眼间就回到了花果山。也罢，既然此猴如此桀骜不驯，不受管束，砗磲童子，你下地府通知地藏王，告诉他地府之行可以行动了。是，老爷。砗磲童子应了一声，起身离开须菩提祖师，往地府而去。这时，祖师又开口道：“金珠童儿，去山脚告诉护教伽蓝，就说他们来意老道我已知之。那消失的猴子先行一步，回了花果山水帘洞，你叫他们直接往花果山去寻。待护教伽蓝离去后，你再转道去西天大雷音寺，告知多宝如来，就说猴子提前10年回了花果山。”是，老爷。金珠童子得了祖师法旨，匆匆离去。山脚下，护教伽蓝得了金珠童子的话，顿时惊了，他忍不住问道：“这位童儿，令师可曾说过，那猴子所修何法，竟能在眨眼间纵行千万里之遥？如此神通，那灵明石猴又能施展几次？此事祖师未曾提及，反正话我带到了，老爷还有交代，我要去西天灵台一趟，这里是老爷道场，你等无事莫要在此常住。”说完，金珠童子转身就走。护教伽蓝听得一阵气闷，回到天上脸色十分难看。护教伽蓝，你从那位大通神者身上得到什么消息没有？那猴子跑路用的是什么通神？护教伽蓝一脸晦气地道：“不知道。那位圣人没提，只道猴子早早回了花果山。咱们若要寻找，直接往东胜神州方向飞。呵，就凭咱们这速度，起码得跑大半个月。啧，羡慕不来啊！”这帮子神人带着一肚子的抱怨，跑在找孙悟空的路上。此时，花果山水帘洞中，无数的猴子猴孙正和美猴王孙悟空吃庆功酒。别看水脏洞的混世魔王名头大的吓人，其实这厮都没受住孙悟空一拳，就被活活打死了。原著里，猴子打这个混世魔王还过了几招，回洞府还感叹手中兵器不顺手。这里的猴子对敌，简单一巴掌就能拍死。对于兵器之说，那是没有半点想法。可奇怪的是，猴子不提兵器，他花果山上那只通臂猿猴却在吃酒之中有意无意的提到：“大王，您是咱们花果山大王，天天穿着一身道袍，也不是那么回事。我觉得大王您是不是弄一套像样的盔甲，如此也能彰显大王您的威武？”孙悟空没多想，他直接道：“你家大王我刚回来，一时没想到这一点。那好的盔甲也不好找，此事且等等，随缘吧。”通臂猿猴直接笑了，他指着水帘洞之下的水流道：“大王，您是不是忘了，咱们洞门前的水就直通东海？以大王您的威风，大可直接去咱们邻居富有的东海龙族啊！龙宫多宝，大王您想要什么没有？”就这一番话说的孙悟空直接打个激灵，他背后的猴毛直接炸开一片。无他，这通臂猿猴知道的太多了。若是孙悟空没看日记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日记里反复提佛门算计，就算猴子忘性大，提了那么多次，猴子记也记住了。以前孙悟空就想，佛门之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算计他呢？这一次，就在这只通臂猿猴身上，他终于感受到了。灵明石猴不说性如烈火吧，但身为混世四猴之一，也不是什么好性子。他乍觉自己身边竟有算计他，猴子当场就想一巴掌把这混账拍成肉酱。可很快，猴子又沉默下来。打杀了又怎么样？佛门还能不再派人来了吗？只要他弱于佛门，那么有心算计他的佛门是不会轻易撒手的。打杀一个，人家会派10个100个。既然如此，他还打杀个什么？这种事不能想，越想越让人憋屈。他把酒杯一推，蹦跳而起：“不喝了，你们喝吧。趁着无事，待俺老孙下东海寻宝。若果然寻得威风凛凛、防御惊人的盔甲，待俺老孙穿戴整齐后，再与小的们一同饮酒。”说完，猴子纵身一跃，落入水帘洞下的涧中，往东海龙宫而去。东海水晶宫，龙王敖广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孙悟空竟突兀地出现在他面前。按说他不该这么惊奇的，毕竟西游之事，佛门早就和天庭地府、龙宫等处打过招呼了。可那时说的十分清楚，说是要等10年之后。结果佛门那边才通知过，这边厢孙悟空就这么来了。敖广再有准备，也没能让他那张龙脸保持镇定。孙你是哪里来的猴子，竟敢擅闯龙宫？孙悟空嘿嘿一笑，直来直往：“老龙王，且看看我这里这半篇提纯血脉之法。”说罢，一道金光射向敖广龙头。敖广下意识的想躲，可他随即便感应到，对面这道金光并不是什么危机之物，他只携带了一丝信息罢了，没有危险。敖广迟疑了一下，也就没拦截，任由这道金光射向的识海。金光志、金文献，敖广只看了一眼，就被这篇简单直接通往大道的功法惊住了。猴子不，孙悟空，你哪来的这等宝术？只看这功法效果，便知是我龙族大能为后辈所创。孙悟空道：“俺老孙只问你这老龙一句话，这功法好不好？好不好？当然好了，可以
靠着吃就直入大罗，连业力这等天道孽果都能直吞了，这是何等逆天的功法！他们龙族这些年一直在洪荒混不上去，不就是因为当年祖龙业力太重，连累他们这些龙子龙孙背负业力太多，致使修为无法提升吗？现在好了，有了这等功法，待他们消化完天道业力，族中必然出现一批大罗天仙啊！龙族又不缺先天灵宝，而有了先天灵宝的大罗可以直接展示成准圣，那可是准圣啊！在圣人不出的年代，谁家有数位准圣，那还了得？敖广想都没想，直接问你要什么？不对，你后背的大能要什么？孙悟空一看敖广老龙的脸色，就知这头老龙心动了。没旁的，我背后之人有命之时，你们龙族要无条件相助。敖广的脸色有些阴晴不定。突然，这老龙一挥手，此处水晶宫突然波动起来，龙宫之上现身9981头龙魂，漫天飞舞，形成一座天龙诛邪大阵。呆，那猴头，你暗暗偷了我龙族祖传功法，竟还敢上门炫耀，简直给脸不要脸！众龙子龙孙马上起大阵，将此辽给本王拿下。为了龙族的未来，敖广是啥也不顾了。他不管此前这只猴子是什么身份，是不是背后站着整个佛门，他只知道只要拿下这只猴头，他们龙族马上就能恢复上古风采。孙悟空直接被敖广的动作气笑了。好一条不在脸的老龙！猴子气急败坏就要动手，突然他想到日记本上的神之世界真龙9变功法，这可是专门为龙族准备的。他正是因为猜到那位天尊的想法，才跑到东海龙宫的。此时不管龙族有什么想法，他最好不要坏了那位神话天尊的好事。想到这里，孙悟空运起行字秘，直接化为流光，脱离水晶宫上方那天龙诛邪阵。而后猴子指着龙宫怒叫：好龙王，你且起你的阵，若是1刻钟内不给俺老孙答复，俺老孙转身便走。我告诉你，我背后的大能是有耐心的，若是你家不乐意，俺老孙就走庞家，到时候且看哪个后悔。敖广脸色大变，他是龙族东海龙王，见多识广。孙悟空这一手明明是速度法则，同时也有力之法则的痕迹。若说别人离着花果山远，可能对孙悟完不太了解，可这是放到敖广这里，他太了解猴子了。这家伙从出生到现在才有几年啊，转眼就有了这么大的能耐。若说猴子的本事是佛门教的，龙王敖广第一个就不信。由此可见猴子背后大能的本事。看来方才他行事莽撞了，要是那篇真龙9变跑了，他可就成了龙族的罪人了。猴兄且慢，咱们有话好商量。好商量啊！一边说，敖广转身便斥责自己儿孙：没眼色的东西，快点把阵法收了！这位使者可是咱们龙族的客人，你们哪能随便架起阵法？老大，因为你小子胡来，本王命你回去闭门思过100年，还不快滚！外面孙悟空当然听到敖广脱罪之言，他有些不耐烦了。老龙王，别拿话糊弄你孙爷爷，真以为俺老孙拿你们这些废物点心没办法吗？孙悟空怒喝一声，就见他运起天罡30变钟，移山填海一式，再结合他那一丝丝的力量法则，狠狠砸向敖广的水晶宫。霎时间，整个东海巨浪翻滚，滔天海水压在水晶宫上，这龙宫上的所有阵法似乎失灵了片刻。在悠长的时间里，水晶宫可以被摇晃，可以移动，但是裂开那根本不可能。那得什么样的大能才会把堂堂上古龙族所练的后天灵宝砸裂？眼下孙悟空做到了。此时敖广再看与他修为相当的孙悟空，无一丝轻慢，龙眼中满是骇然之色。这猴子就在花果山，跟东海也算邻居。猴子何时出生，何时去海外修的道？敖广怎会不知？开玩笑，猴子做筏出海时，他还受佛门吩咐，帮着推了几天浪呢。敖广现在对这猴子背后的大能想都不敢想了。据他所知，就算是佛门2尊圣人亲自出手，他家的老巢可能也就这样了。敖广彻底老实下来，他道：孙道友莫怪，方才种种皆是老龙我的过错。孙悟空瞪圆了猴眼，怒道：不是你的错，还是俺老孙的错了。别墨迹，俺老孙的条件你应是不应。再说废话，俺老孙直接寻些龙众，自行造上一族。至于你们这些不识时务的长虫，就给俺老孙有多远滚多远吧。敖广忙陪笑道：孙道友，莫气莫急，非是老龙我刻意拖延时间，我虽是龙王，可也只是东海龙王，做不得整个龙族之主。待老龙去通知我那几个兄弟，等他们到齐后，我等4人马上就向大道发誓，龙族现在就脱离天庭，入您背后那位大能的门下，您看如何？孙悟空愣了愣神，对于东海龙王敖广的话半信半疑。你说是真的？他运起行字秘，一步一步就在这头老龙眼皮子底下来回走动起来。就见行走于海水中的猴子身形一闪一闪，每一步都伴随着空间破裂，每一闪就代表着这只猴子随意在亿万里距离中反复跳跃。敖广本来不知猴子这飞行的本事，可当他从猴子身边破碎空间的裂隙里看到对面亿万里之处的一座知名仙山时，整个龙都不好了，他都能看到破碎空间对面了。可见猴子只要想，便可随意过去，那可是亿万里距离啊，累死他，一天也飞不了那么远。这下子老龙敖广担心极了，他生怕猴子一怒之下直接飞走了，他们龙族最想要的功法岂不是直接没了？那他就是龙族崛起的罪人。孙道友，孙爷爷，老龙说的都是真的，且龙族那么大的种族，您总得给咱们一点商量时间吧，还请道友稍候片刻，且到我龙宫里品鉴我们龙族的宝物。若孙道友觉得有趣，便随意收下几样装点一下门面，也算消磨时间，不算无趣了。孙悟空一听就乐了，也罢，你这老龙看起来还算识时务，既然如此，俺老孙便客从主便，欣赏一下你家的宝贝。说罢，孙悟空
身形一闪，半丝不惧地再次进入水晶宫。东海龙王一招手，把自家大太子魔接招来，令其陪着孙悟空吃酒。随后，他匆匆去寻其他几位兄弟商量大事。2刻钟后，孙悟空一身金冠、金甲、云履，嘴里喝着灵酒，那叫一个美，是真的比原著里的美猴王美多了。他这一身可不是普通的披挂，从头到脚全是先天灵宝。原著里的美猴王是打进龙宫的，龙族得了佛门的吩咐，不情不愿地陪着猴子演戏。那时送到猴子手里的东西，也不过是面上好看，全是龙族自己随便炼制的后天灵宝。从头到尾也没谁听说猴子这些披挂有什么妙用。但这一次，龙族送的都是一色12道神境的下品先天灵宝：凤翅紫金冠、锁子黄金甲、步云履。别以为被称为下品先天灵锭就不好了，在这灵气衰退的时节，天下种族各大教派能一出手就是3件下品先天灵宝的，也没几个能做到，也就龙族底子厚，方能拿得出。孙悟空平白得了3样先天灵宝。说句难听话，如果猴子修到大罗金仙阵时，想要进阶准圣，直接拿手里3样先天灵宝展示都行，就是以后战力不会很高，但那也是准圣，打大罗金仙一打一个来。所以龙族送的这个礼属实够厚了。当然，有着神话世界各种修炼方法的孙悟空，也不会去修什么3师法就是了。东海龙宫4海龙王共聚一室，这些个龙王怀中还揣着件后天法宝，就是他们早早商量好，打算送给猴子的宝物。结果东海龙王一开口，就吓了这3个海的龙王一大跳。诸位，我才送了3件下品先天灵宝给孙悟空装点门面，你们拿的后天法宝就收起来吧。南海龙王敖青当时就傻眼了，不是大哥，你这是什么意思？怎么突然给出先天灵宝了？他3言2语把方才发生的事说了，还把猴子给他的上半篇神话世界真龙9变拿了出来。事情就是这个事情，本王的意思是，我等4人代表龙族，一同效忠孙悟空背后之人。无他，这篇功法对我们龙族太重要了，重要到有了它，我们龙族就能直接崛起，再也不用受天庭佛门方方面面的众仙欺负。众位兄弟，你都是什么想法？南海龙王敖青不解地看着自家大哥道：大哥，你疯了吗？那猴子是什么牌面上的人物？他说让咱们龙族上车就上车。北海龙王敖顺连连点头：大哥你糊涂了，那猴子不过一个太乙金仙，和咱们4龙之力足以把他留下，到时候功法直接到手，还不用上什么人的船。四弟这主意好，我赞同。西海龙王敖润手中玄光一闪，一柄长枪直接出现在他的手中。这位龙王起身便往外走。敖广一声大喝，怒瞪3人，要不是这3个是他亲兄弟，他非一巴掌拍死这些傻逼不可。你们当我没动过手？都抬头往上看，你瞧我这龙宫与尔等的有何区别？南海龙王敖青、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润各自一抬头，在看到水晶宫上那道裂纹时，都是一愣。敖广丧气道：孙猴子干的。还有，他有一种极速飞行法，一步可跨越1万里，他要是想逃，别说你们了，就是我也撵不上。我就想，他才修到几天就能做到这一步，再加上这篇功法，那猴子背后的大能绝对不简单，指不定是……敖广满脸惊惧地指了指金鳌岛方向。南海龙王敖青、北海龙王敖顺、西海龙王敖润3人顿时被这个猜测吓得面无人色。不会吧？那可是圣人啊！咱们还真要再踏上这么一艘船吗？想当年，南海龙王敖青还想继续往下说，不妨被其他2个兄弟把嘴捂了。别说了，就你精明，眼下人家想拉拢咱们，给的是好处，要是人家不想拉拢了，直接弄上几百个猴子那样的精怪过来，咱们龙族就可以去死了。敖广的话不好听，却十分现实。其他3个龙王又是一阵静默。半晌，西海龙王敖润道：我西海有3龙可修此法进阶大罗，如果像那只猴子说的一般，再加上以前库中的先天灵宝，足以成就3尊准圣了。就算斩不成师，我西海龙族直接出3尊大罗，也没谁敢去本王的地盘造次。向大道发誓就发吧，反正赌这一把，不论那位大能想叫咱们干什么，咱们龙族起码能崛起了。南海龙王敖跟着点头，南海能出2人。北海龙王敖顺道：北海贫瘠一些，只能出1人，不过若再给我等几百年时间，我往族中狠砸一些灵物，倒是再砸出5位大罗金仙，前提是真如那篇功法所言，靠吃就能直接升上去。那好，咱们准备一下，叫虾兵蟹将马上建祭坛，龙族从此以后就是那位神话天尊的手下。半日之后，龙族上下发下大道誓言，就即日起直接脱离天庭。随后4海之中霎时掀起无端巨浪，足6道太乙金仙气息突破大罗金仙，天空中的异象不要钱一样落入4海，整个洪荒都因为这片笼罩4海的异常乱武装观，盯着半空中6道陌生的大罗气息。镇元子一惊讶，老天，龙族不是身负业力，提升修为艰难吗？他家怎么做到1日6大罗的？此次西游亮节不同凡响，天庭玉帝突然身体一颤，他明显的感应到天庭的气运霎时提掉了1成有余。随即这位玉皇大帝被龙族的举动气笑了，大胆龙族竟敢脱离天庭，谁给他几条长虫的勇气了？来人，传朕旨意。他才说到这里，突然间惊讶地看向地仙界，那6道明晃晃的大罗气息就像太阳一样的耀眼，竟是6位龙族大罗金仙，他们是怎么做到的？玉帝的双眉紧锁，如果龙族在这次西游亮节中直接恢复成上古龙族模样，别说佛门，就是他天庭也要易主。传朕旨意，马上派顺风耳千里眼下界探查龙族近况。就在这时，那6道明晃晃的龙族大罗忽的气息一变，竟有2道气息急速高涨，转眼就到达了准圣境界。
玉帝只觉得眼前一黑，他从牙齿缝里蹦出2个字：2个准圣。好好好，难怪龙族敢脱离天庭，真是好胆。这时，玉帝身边的太白金星问：陛下还要派千里眼、顺风耳探查吗？玉帝冷哼一声：去什么去？太白，你派使者去西天大雷音寺，另外再派人去道门三教，就说朕要提前开蟠桃会。对了，会上龙肝就不要再上了。再有，女娲娘娘那里也要通知到，人族是这位圣人造的，眼下龙族就要崛起了，第一个急的也不该是朕。是，臣告退。太白金星急匆匆去传旨。再说玉帝，他在天庭再也待不下去了，这厮直接驾着云，火烧屁股一样，直奔紫霄宫寻道祖红军去了。玉帝昊天刚到紫霄宫门前，就见无边的混沌如潮水般向两侧分开，露出了朦朦胧胧的紫霄宫。玉帝见状大喜，他推门而入，刚进门，这厮就感应到一道凛然的剑气扑来，差点直接削掉了他的头冠。昊天半点防备没有，直吓得倒退一步，口中惊呼出声：老师，这就是你立下的天地！啧啧，难怪御史就跑来告状，能力不行啊！通天你闭嘴！道祖红军轻描淡写的斥责一句，便看向还站在门外的天帝昊天：孽障，还不进来？你师兄跟你开玩笑呢！通天又是一声冷哼。自打封神他被道祖关在紫霄宫，通天就气不顺，等他看到封神最大的赢家告状金玉帝时，恨不能一剑把这厮剁了。能指出一道剑气，还没将人砍死，那是道祖在旁瞅着。换旁处，通天教主是绝对不会客气的。这位圣人的恶劣态度并没吓到昔日的昊天童子，就见玉帝扑通一声跪倒，哭道：老爷，出大事了！龙族1日之间多出4位大罗，2位准圣，他们还向大道起誓，从此脱离天庭。弟子怀疑龙族寻到了压制业力的办法，因东海区域1天内就出现6位大神通者。弟子此来就是想向老爷您求个办法，若是龙族复兴，我天庭如何自处？如何自处？昊天，你这天帝行不行啊？先头道祖让你当天帝，你小子啥活干不来，就会跑来告状，还把本尊的截教搭了进去。现在龙族出了问题，你连个解决办法都没有，就巴巴跑来找道祖求救。不是，昊天道友啊，你小子脸再大，也不该把道祖当成了你的童子用啊！红军道祖是本尊老师，可不是给你专门擦屁股的奴仆。玉皇高上帝在这一刻脸色煞白，整个人颤抖不已。他从来没想到，通天教主千把年不见，嘴巴变得这么毒。砰砰砰！昊天白脸连连叩头：老师，昊天冤枉啊！弟子万万没有这种心思，是通天师兄在诬陷弟子，老师明鉴。啧啧，看到你就让本尊享天地地聚，不能比，不能比啊！够了，都给老道闭嘴！一直端坐紫霄宫，如木雕泥塑一般的道祖忽地睁开双眸，刹那间，这位天道代言人眼中闪过万千法则，机遇将所有注视者化道而亡。昊天下意识低下头，通天愤愤地闭上了嘴。此事我已知晓，你且去门外，把你几位师兄接引进来。玉帝面色微沉，他当天帝多少年了，竟还要给几位圣人师兄开门？可看到道祖那张阴沉的脸后，玉帝昊天沉默地转身往紫霄宫大门走去。道祖身边，通天教主似笑非笑地瞅了一眼自家老师。紫霄宫的大门又不是不能自动开，现在还叫天帝去开门，明晃晃地敲打。看来他说的话还是进了道祖的心里。这时，紫霄宫大门被昊天推开，露出门外5尊圣者。昊天直接呆了呆，他是真没想到，女娲、老子、元始、接引、准提竟都在，师兄请进，道祖正等你们呢。昊天开口道。除了接引、准提2人友好的冲着昊天笑了笑，其余几圣根本没踩昊天一眼，就抬脚进了门。老师，龙族崛起之势已不可抵挡，弟子方才查看过了，那些龙族不知打哪里得来一道血脉功法，只要吃，连业力都可化为他们进阶大罗金仙的养料。长此以往，龙族必然崛起，到时候洪荒人族该如何自处？天道主角是否要退位让贤？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最先开口之人竟是女娲娘娘。老子上前一步道：老师，我等也是因此而来，洪荒因为您打下了禁制，我等根本无法让本尊下界。现在的地仙界以准圣为尊，而龙族能一天晋升2位准圣，可想而知，未来的龙族之内，准圣只会越来越多。长此以往，地仙界该改名为龙界了。弟子此来就是恳请师尊收回禁制，许我等圣人下界。老子立人教，掌动空印，是除女娲圣人外，占有人族好处最多的圣人。龙族兴，则人族灭。动了老子的蛋糕，这位三清之首太清道德天尊开口就要下界收拾龙族，如此干脆狠辣的手段，只能说不愧是道祖红军首徒。玉帝眼神惊怒交加，圣人可以随意下界，他这个天帝又该如何当？这不是重回封神亮节前的情况吗？那他千年前费尽心思跑到紫霄宫告这帮圣人一状，惹来因果无数，到底图什么？老子师兄，您这话说得过分了。老爷千年前才下令，圣人不得下界，转眼您就想叫老爷改口？不是，老子师兄，您这是叫老爷失言啊！太清老子冷冷地瞅了一眼玉帝，一旁的女娲甚至直接掏出红绣球在手中把玩。玉帝一惊，忙往道祖红军身边退去，接引准提同时皱眉，最终2人上前一步，挡在了女娲和玉帝之间。女娲师姐，些许小事，莫要在老师面前动手。现在重点在龙族，我等当合力收拾龙族才是。说罢，2人向道祖行礼，未知老师可否许我等下界？西天曾收录一群龙族
族作为8部天龙护法，就是把这些龙拿去挂在佛门柱子上，做成装饰，以彰显佛门的高大上。现在人家龙族4大罗，2准圣，未来龙族大通神者只会更多，到时佛门这8部天龙还是不还，龙族必然不会善罢甘休。佛门还要不要面皮？是以接引准提与太清、玉清、女娲的态度一致，但为了佛教东转，2人刻意与玉帝交好，方便吞食人族气运，是以与女娲又站对立面，这才有了方才之举。道祖红军未发话，几位圣人同玉帝皆有些奇怪，下界而已。一句话的事，为何道祖红军不点头呢？通天见状，心中一结，突然他奋力震动身上枷锁，片刻，他身上被道祖红军所下的束缚竟被直接震开。通天大喜，他心中顿时有了猜测，天道与人道相争，道祖没太多功夫理他，所以他是不是快自由了？想到这里，通天突然间开心起来，转身冲着问话的武圣就是一阵输出：就你们这些人想下界，做啥美梦呢？天道要是能答应圣人下界，就等于可以让你们轻易把龙族捏死。此时的人道或许不能强压天道，但是他自保有余。咱们这些天道圣人呢，想下界直接干涉人道，镇压龙族，那是做梦。本尊猜测，你们想要下界，能分一缕神魂下去，已是不易。通天说罢，恶劣的笑了。原始圣人看不下去，他怒道：通天，你也是天道圣人，我们吃了人道的亏，你高兴什么？通天教主冷笑：本尊看到你们倒霉就很开心。老子上前一步，挡在元始和通天之间。这时就见太清道德天尊向道祖红军拜下，弟子见过老师。其余几名圣人见状，也向道祖红军行礼，弟子见过老师。武圣虽未言，可以此尽显他们要下界的权利，最好能直接把龙族收拾了。一声叹息自道祖红军口中传出：变数啊！一直在掐算的红军道祖悠悠叹了口气。武圣听到，心中皆是一沉。他们方才问的直接，道祖若同意，便直接点头。可此时他们得到的答案却只是一声叹息，这代表了什么？代表通天猜测基本属实，天道与人道交锋，人道不落下风。也就是说，他们天道圣人想要干预人道，甚至直接灭杀龙族，是不被人道所允许的。是以道祖才会叹息。就听到祖红军道：圣人不得下界，此为洪荒铁律，但尔等间接出手不算在内。人族有变。东海龙宫，猴子与4海龙王交易完毕，把属于他的披挂和兵器拿到手，回到花果山没坐上1刻钟，东海就升起6股强大气息。当时孙悟空的手正往怀中掏去，他的日记本正在发热。结果龙族直接出了6位大能。孙悟空看着这6道独属于大罗金仙的气息，肆无忌惮地往四周宣告他们的道，羡慕的口水直流。俺老孙何时方能如此啊？罢了，看书。结果孙悟空还是没能看成书。龙族这6道大罗金仙转眼就变成了2准圣、4大罗，难怪大家伙都说龙族多宝，就冲他们成就准圣这力量，说没有宝贝也得有人信啊。孙悟空的话听在通臂猿猴耳中，他忍不住问道：大王，您是说龙族靠着宝贝能随便出大能啊？孙悟空道：也能这样说吧，反正龙族进阶是真的简单方便啊，他们只靠着吃就能把所有人期盼的终点变成自己的起点。俺老孙是比不起啊，算了，修炼去。猴子化光飞入自己的修炼密室，被龙族的大罗刺激的使劲修炼。就在这时，从地肚升起一股浓郁的阴灵气息来，一黑一白，精准落于猴子跟前。他2人旁若无人地道：就是这只猴子吧？行了，把这厮的魂锁了，拿回地府。2人举起哭丧棒，锁魂手铐脚镣，手执孙悟空名贴靠近猴子。就见那名贴上闪过一道黑红的光芒，直入猴子神魂。孙悟空骤然惊醒，他双眸发出一道金光，瞬间定住2人。好小子，竟敢暗算你孙爷爷，拿命来！孙悟空举起新得的兵器金箍棒，迎面就打。白无常惊惧无比的叫道：你竟是太乙金仙！这话说的孙悟空怒极，俺老孙又不是今日才晋升的太乙，你小子敢来勾魂，莫不是连俺老孙是什么修为都不知道？找死！白无常大喝一声：老范，全力出手，否则你我活不下来。黑无常应了一声，举起哭丧棒迎向猴子。他心中对佛门不满之极。MD， 上头不是说好了，猴子最多只有金仙修为吗？突然间变成太乙金仙，在地仙界无圣人，准圣又不出，只有大罗才现身的世界里，太乙金仙就是常规战斗力的天花板啊！他们黑白无常拿什么跟人家斗？这不是要他们老命吗？2人本以为这猴子修为是新练上去的，就算强也强的有限，他们又是老牌金仙，2打1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结果当猴子的棒子落下时，黑白无常同时变色，无力的巨力袭来，上头还附着一丝力量法则。这丝法则不算多，却足以压制他们，令他们连逃都逃不脱，只能全力承受这无边巨力。2人几乎同时发出一声惨叫，呕出一口精纯的阴灵之气。猴子得势不饶人，拿着手里的金箍棒对着黑白无常就是一顿暴打。这2人逃又逃不掉，打又打不过，被打得狼狈之极，直到猴子罢手，2人身影都开始透明了，这代表着2位应将重伤为米，几近将死。孙悟空盯着2人，只觉有趣：你们2人是哪里来的？因何打上门来？说敢说半字假话，俺老孙一棒子保证你们神魂俱灭。2人大惊，皆冷汗淋漓。上仙饶命，饶命啊！小的们就是把刀，上头派咱们干什么，咱就干什么。上仙饶命，小的们愿领您去寻那幕后指使。不得不说，黑白无常是精明人，上头派他们来勾魂，现在魂是勾不来了，那就把人逛下地府好了。反正只要孙猴子进了地府，他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至于说猴子是太乙金仙修为，十殿阎罗也是太乙，且地府的阎罗王是不是孙猴子的对手，那跟他们有何相干？孙悟空也没想到，这2个家伙惊悚的一批，他连审都没审，就愿意带路。猴子转转眼珠，直接问道：地府里有多少如俺老孙一般战力的家伙？他们速度如何？
黑白无常一愣，二人皆不想多言，以后他们还是要在地府生活的，要是把所有的上司都得罪个干净，日后还怎么混日子？是以更加精明一些的黑无常范无咎开口道：“上仙，您也是太乙金仙，如俺们这般的小卒，您觉得我等敢打探您的虚实吗？”孙悟空闻言，倒也信了，不过他脸色难看地道：“啥消息没有？那俺老孙尔等何用？”黑无常急忙道：“有用，有用，小的们能给上仙您带路啊。”白无常却在旁看出孙悟空握着俺老孙的猴爪在紧绷，他暗叫一声不妙，忙道：“上仙，小的想起一事，咱们来勾魂前，我等看到十殿阎罗去了地藏王菩萨那里，而后就有了小的们的任务。”黑无常见到白无常这个样子，忙跟着喊：“小的们愿给您带路，上仙可要下地府寻个明白。”孙悟空一跃而起，满脸寒霜，他厉声喝道：“走！”二个勾死人的对视一眼，纷纷面露喜色，任务完成了。至于说这煞神到了地府会出什么事，这干他们何事？就见黑白无常同时打出一道阴气，霎时勾连地府。孙悟空提着他们一步跨去，就来到鬼门关前。就这速度，唬得黑白无常的脸又变了颜色。他们有金仙修为，从鬼门关到阳世还要花上1个时辰时间。孙悟空哪怕是太乙金仙，少说花个1刻上下方是正常，可对方进一步就到了。爷爷，前方就是鬼门关，地府的大门啊！您要往西走，便是地藏王菩萨的去处；若是往东，便是十殿阎罗大殿，北边却是18层地狱的所在。孙悟空问：“那南边呢？”南边是后土娘娘庇护的巫族。孙悟空不再多问，他一棒子就要找杀黑白无常，不曾想这二人瞬间分化为无数道阴灵气，往四面八方散去。孙悟空泄愤一般狠狠一棒，拍灭了大半阴灵气，余下的10数道却是逃了。亏了亏了，早知道刚入鬼门关就该把这二人打杀了仗。猴子眼眸中闪过一抹黑红光芒，正是那道明贴暗含的凶煞之气。此时猴子一点也不知自己正遭遇暗算，他正盘算着往哪边寻仇。去十殿阎王那里不妥，那黑白无常可是说了，他们能来勾俺老孙的魂，是因为一个叫地藏王菩萨的家伙，所以俺老孙何该往西才对。孙悟空想罢，抗着金箍棒过了鬼门关，往西就走。就在这时，他怀中的日记本突然间烫了一下，就这一下，霎时间便把孙悟空神魂中的凶煞之气烫没了。孙悟空头脑顿时一清，他在看眼前的黄泉路以及路两边的彼岸花，整个猴都不好了。俺老孙明明是要狗的，怎么会突然跟黑白无常打起来，还跑到地府里要寻人晦气？这是不对啊！他挠着头皮，正琢磨之时，猴子怀中日记又烫了一下。孙悟空下意识掏出日记本，细细看去，方寸山刘海通正在自己屋中写日记。他最近想换些灵果吃，天天总吃桃子，有些腻歪。要是吃黄钟里那东西蕴含法则，是修炼专属，不可多食。所以刘海通就拿出日记本，打算随便写几句就好。说来猴子下山之后，就该是大闹地府了吧？哎，可怜的猴子，可怜的巫族，可怜的后土娘娘，他竟不知借用盘古殿能重新拥有祖屋真身。刘海通写完停手，检测到日记主人记下一篇日记，获得奖励：鲜枣50，巫师世界半身虫培养法和契约法。枣子啊，很好，酸酸甜甜又很脆，很好吃。刘海通拿起一颗，一口咬下去，汁水飞溅。他一边拿着笔往日记本上记着半身虫，一边琢磨：这东西在巫师世界能替身救命，到了洪荒世界真的有用吗？但不管有用没用，刘海通还是把这份知识记了下来。地府，孙悟空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猴眼，瞪着这些字一动不动。日记前辈写这行字时，是不是代表他想让俺老孙先去寻后土娘娘？对了，俺老孙记得好像前辈提过，这位何该重见幽冥。孙悟空倒吸一口凉气，好大的格局，果然不是俺老孙能比的。走了，给前辈办事去。不对，替身虫法可替人一死，这东西好挖，正适合俺老孙这等天天被人算计的倒霉蛋。他寻思了一下，连续数步跨出，就到了地仙界的南瞻部洲。这里瘴气迷雾多不胜数，孙悟空随随便便就弄到了10多只天仙级别的灵虫，金仙级的只寻到2只，太乙金仙级别的只有一个6翅金蝉血脉的冰灵蝉。他按着日记上写的法门炼制一下，便将修为最高的冰灵蝉随意契约了。真正用上了，孙悟空方知此法之可怖之处，这些灵虫竟能伪装成真实魂体。老天，那黑白无常若是在场勾魂，他们勾去的东西进了地府，怎么投胎啊？孙悟空一脸惊异地把替身虫拿了出来，翻看时他才发现这东西在契约后似乎有些透明，属性也开始偏阴。猴子想了想，突然间心中一动，挥手间他就又收下许多连仙阶都没达到的灵虫。这些虫子的修为与他花果山里的猴子们境界相似，数目相同。而后孙悟空又匆匆赶回花果山，他倒没把这门秘法传授出去，以虫代魂，简直匪夷所思。孙悟空想了半天，自己亲自动手，以大法力把这些个灵虫炼制好，再直接打入花果山众猴子体内，帮着他们契约完成。如此，众猴子就有了替死之术，他也可放心一二。当然，孙悟空干这事时，把那只通臂猿猴排除在外。做完这件事后，孙悟空方长出一口气，终于可以放心了。说完，他又是几步跨出，行字秘带着他化为一道流光，降临到了地府巫族领地。这里可不同旁处，无数和巨汉有人修炼，有人打斗。猴子望着顶天立地的巫族，一时竟有些看呆了神。哪里来的小猴子？一群半大不小的巫族少年围了上来，纷纷惊奇地上前围观。他们自打出生便在地府居住，从未到洪荒上头去，只看过魂灵模样的各种阴灵厉鬼，却不曾真正见过洪荒活物。孙悟空面对一群巫族好奇宝宝，哪怕被看得十分不自在，倒也没发火，
他道：“喂，大个子们，俺老孙要见后土娘娘，见祖屋。”一群巫族小儿顿时大笑起来。那小家伙，就你也想见我家祖屋大人？祖屋才不会理你呢。对的，就是我们也没见过后土祖屋呢。我听爷爷说，后土祖屋快有10000余年不曾现身了吧？那小家伙，后土祖屋也是你能见的。我们是盘古后裔，都不敢说有生之年能见到娘娘。就你一个小家伙，你以为你是盘古祖宗，还是修出荔枝法则的天才？小家伙们，你一言我一语，对猴子惊奇的时候，话中有意无意提到盘古后裔、荔枝法则这2个词汇，顿时给了猴子提示。盘古后裔他是没办法了，可是他有荔枝法则。猴子想到这里，原地打拳，打的却是神话世界神像镇狱神功里的招式。就见那一招一世间，无穷神像在猴子体内凝结，一股无与伦比的力量自猴子身上诞生。1拳、2拳、第3拳时，冥府虚空破裂，力量法则撼动虚空。在力量法则显现那一刻，6道轮回中，一股厚重力量陡然离开，直奔孙悟空而来。何人在此？虚空成像，一尊至正厚重的力量凝成一道慈爱人影。孙悟空只瞅了一眼，就深迷于土之法则。就在他越陷越深，眼瞅就要被那股厚重的土之法则给化到，成为天道一分子时，对方轻喝一声，醒来。精纯的大地力量如微风拂过，孙悟空瞬间清醒过来。孙悟空见过后土娘娘，面对如此厉害的圣人，还救了自己小命一把。孙悟空机灵的倒头就拜：“你因何身怀力量法则？据本尊观察，你这猢狲并无盘古血脉，更不曾修炼我巫族炼体药法。说你是何人派来的？莫非道祖红军又要给老娘设套，才派了你这身怀力量法则的小猴前来？”孙悟空连连摇头：“不是，不是，我可不是那老家伙派来的，我的背后可比那什么道祖强多了。”噗嗤！后土娘娘本来一脸薄怒，此时听闻这小猴子竟敢直呼道祖为老家伙，顿时再无敌意。洪荒之中敢称道祖红军老家伙的人，据后土所知是真的没人。这小家伙极敢说出口，那便代表此子背后必有大神通者站台，所以他并不介意多给这小猴子一点时间。说吧，你背后之人让你前来，有何用意？孙悟空想了想，送出一点金光给了后土娘娘。这一点金光中，正是让刘海通在日记里写下的猜想和神话世界12都天神煞大阵、神话世界人黄金这2部功法。日记里唯有这2个是他用不上的，所以这东西是给谁的还用问吗？必然是给后土娘娘的。孙悟空坚信日记前辈是绝对不会做无用功的，所以他乖乖拿出这2部功法，一言不发的交给了后土。孙悟空还道：“娘娘，您看这个，俺老孙觉得这位神话天尊前辈说的极有道理。”后土接过了孙猴子给出的信息，在接到这些个文字后，后土就被这些信经的整个人都要裂开了。什么巫族都死的神魂皆无了，还有重凝真灵，再造灵魂，这竟是我族的12都天神煞大阵。明明12都天神煞大阵凝的盘古父皇的真身，这阵法怎么就变了模样？这不对吧？不过后土盯着那12面祖巫旗，迟疑着道：“倒是可以试试，如果成功，本宫自可和众兄长重聚。不过兄长们有真灵神魂后，肉身又该如何凝聚？”后土祖巫终于把目光死死盯在盘古殿上，难道说我和兄长们的肉身就印在了这上头？可是那是盘古殿啊，父神的恩赐，要是有所损失，就是杀了他都赔不起。迟疑了半晌，与兄长的情谊还是占了上风。大不了我自身的真身不要了，这上头不是说只要收回真身，重新把地府化为诸天万界的地府，待冥界归于大道管辖之下，自然而然就会成为大千世界。到时候摆脱天道枷锁，又算得了什么？这边向后土娘娘下了决心，打算向大道起誓，重历一次轮回。他又往后看去，就见刘海通写于日记上的神话世界人黄金慢慢展现在这位娘娘面前。后土娘娘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不是吧？这神话世界人黄金真的能直通大道？可是通往大道的路就真的这么容易？他半信半疑的想了想，直接招来大巫嬴政：“政，你把这个功法学一下，然后通过6道轮回投胎进人族，建立先秦王朝。若建不成，便再争一任人皇，或者说你到人间界就是搞事，让诸天大能把目光盯在你身上，明白吗？”大巫嬴政面露惊喜：“娘娘，可是您的修为又有了突破，可以脱离天道枷锁，随意进出洪荒了。”